现在年轻人相亲啊，你能被他们给逼疯。家庭条件不错，长得不帅不行；五官身材不错，身高太矮不行；学历工作不错，这出身太差也不行。这下午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，32岁，世界500强的客服经理。哎呀，这名声啊冠得很大呀，我让他差点没给我整崩溃喽。颜控加上身材控啊，找对象就想找到185以上有腹肌身材好的帅哥啊。他说自己相亲了5-6年，都是卡在脸这一关了。曾经也妥协过，找不到帅哥嘛，那就找一个条件好的不帅的吧。谈了3个月啊，男士摸他手一下就感觉难受，心里恶心对方的触碰，也恶心强颜欢笑的自己，最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分了。我这一听啊，你这颜控挺厉害呀。他说对呀，要不自己能找不到对象吗？他就想让我帮他找一下。哎呀，说我这边圈子广。我问他，你除了颜控啊，其他有要求吗？他说没有，就想找个有感觉的。听完呢，咱就给他拔了帅哥照片啊。有一位帅哥啊，这个素颜照长得很帅，他一眼就看上了。94年的，自己开了个洗衣店，父母农村的有个哥哥。这姑娘一听啊，完犊子了，农村的接受不了啊，自己啊是城市里的，就是不想去农村。我说你不是没有要求吗？他说我没要求啊，只要不是农村的就行，哪怕在城里打工我也愿意。好了，又给他介绍一位保险公司上班，32岁未婚的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又觉得这工作不太体面，大男人跑保险，就算帅让人接受不了。我一听啊，你不是说找个打工就可以吗？他说不行。后面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，气得我呀，嫌人家33岁年龄大呀，想找个长得帅气的弟弟，大的不要。哎呀，大妹子啊，你都32岁了，弟弟们也想找妹妹们。他说啊，这男人大了啊，再发福秃头就不好看了。听完你真是能让他给气着啊。不一会儿啊，他就出去上了个卫生间啊，回来就跟我说啊，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士啊，他看见了，哎呀，长得特别帅啊，特别喜欢，一见钟情那种，能不能认识一下？我呢本着也想成人之美啊，就给旁边屋里人红娘要了男士情况。哎呀我去，95年的，身高188，体重150多斤啊，这个硕士学历，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，自己人家是搞金融的，年收入啊，哎呀很高啊。这姑娘一听，哎呀太合适了啊，这就是我的菜啊。我看完就跟她说啊，你还别高兴太早啊，我跟你说人家择偶要求，本人颜控要求女方98后，身高168以上，体重100斤以内，年轻漂亮，学历重本以上，工作事业单位。姑娘听完就来了句，怪不得这么好条件没找到对象，那他也是颜控啊。哎呀，后来陆续又给他说了几位，结果呀都是好看的嫌人家工作不好，工作好的嫌人家没时间陪自己，工作好有时间又好看的，他就觉得人家家庭条件不咋地。反正啊说着颜控，其实啊外貌、家庭、身高、收入、工作、性格等等有一样短板，他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行。最后呢他就在那泄了气发愁啊，哎呀姐姐啊，我怎么办呀？我都这么大了，再找不着我嫁不出去了。哎，算了，我妥协现实吧，不要帅的了，找个条件好的吧，有车有房有钱，能养我衣食无忧就可以了。听完呀，池子里的王八又撂挑子不干了，今天这门是真不好看呐。什么是真正的颜控啊？这个男人样子就长在我审美点上了，他其他条件啥样我都觉得无所谓，我不要彩礼，不要车房，不用加名了，甚至我不需要他赚钱比我多，学历比我高，就他这张脸我就足够了。这叫颜控，这才叫妥协。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天降馅饼，一切都是有价格的。相亲市场上颜控啊很不好找对象，帅哥和美女在相亲市场上比例每10位最多1到2位，颜值高的能在相亲市场上多半都是比较挑的。你要先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让对方来看得上。说到底啊，相亲就是谈判，需要利益的互相交换，你的内心戏如何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在谈判桌上你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筹码，想找颜值高的可以，那就要妥协于其他条件，想全部都要那就要有全部都要的筹码，不要嘴上说着颜控，实际想空手套白狼，什么都没有，既要又要还要。如果你连利益交换都拿不出筹码，就狂妄的觉得自己在内心上对颜值上降低了要求，已经是重大妥协了，那真的是不切实际，这辈子都可能嫁不出去的。说的直白点，大白天做梦不害臊。你让我觉着恶心，不要脸。今天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，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。有一位25岁的姑娘，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，人确实很漂亮，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。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，颜控，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。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，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，就是觉得长得丑啊，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。好不容易啊，有一位男士27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长得很帅啊，父母都是医生，这家庭条件也好啊。这姑娘觉得还行，想见面认识看看。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，他也很愿意，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。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，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。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，很开心啊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。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，脾气也很温和，平常喜欢运动啊，经常去健身房，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。
完了啊，他就问这个姑娘，哎呀，你性格怎么样呀？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？这姑娘可有意思了，说我比较懒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说平常喜欢购物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看剧，喜欢睡觉等等。这给男士听懵了啊，这些都不是优点吧？这姑娘反问啊，怎么不是啊？不做饭，比较懒，都告诉你了，这说明我不装呀，不藏着掖着呀。爱购物，爱旅游，说明我热爱生活。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，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？这姑娘说，少则1年3、4次，多则1个月1次。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，看看大好山河呀，也享受一下生活。男士吓得呀，赶紧摸摸口袋，你想的是山河大海，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。他就很好奇啊，你1个月月薪啊，肯定得有好几万吧？人姑娘很爽快，就5000，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。给男士听的呀，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？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，这女方跟男方出门，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。她想找个同频的人，一起出去享受生活。听到这儿，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，我也挺热爱生活的，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，喜欢吃澳洲龙虾，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，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。然后就问这姑娘啊，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？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，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？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男士就反问他，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行了，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实则是暗流涌动啊。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，男方听了也不让啊。既然你说我计较，那火锅钱啊，咱1人1半。说着呢，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，转身就走啊，让前台去收剩下的。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。回去之后，这男士啊就失联了，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，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了，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。我就特别的纳闷啊，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，哎呀勤快，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爱干净。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，比较懒，性格不好，脾气急，不会做饭，还得让人照顾，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。这种上来就摊牌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，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，你爱喜欢不喜欢。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，他只会说，哎呀自己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会理财，会规划生活。另外呢，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，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，把喜欢旅游、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，说自己热爱生活，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，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。这在相亲市场上绝对的减分项，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，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，短则几天，长则数周不在家。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？我们去相亲啊，选择结婚对象，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，收入、职业发展、家庭背景，对方的脾气性格，哪怕是身高样貌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。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，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，没有利他的价值，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，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。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，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，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？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而非消费本身。你拿着几千的月薪，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，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。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，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，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，条件呢算是不错的，有车有房全款，还有一些存款啊。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，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。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，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，刚见完面，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，请她吃了几次饭。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模棱两可的，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，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。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，就有一次见面啊，这吃完饭看了场电影嘛，黑灯瞎火啊，你想一想，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这姑娘一感觉到啊，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。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，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，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，再了解看看吧。哎呀，男士这个人啊，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，可能被吊多了，他就觉得呀，大家都是相亲了，你说成就成，你别吊着我呀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，后面又约了几次她都出来了，态度还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为了加大诚意啊，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。人家姑娘收了，收的时候很开心呀。男士想着，这收我礼物了，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？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，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，那写了好久啊。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，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，这女方一直没回复啊，男士气的呀，他要面子。我这是跟你表白啊，多少你得给个面回个话吧。女方没回，他也就不问。
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。今天一大早6点多，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，这半年呀，我想清楚了，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男方一看呢，气得不轻啊，没带好气儿就说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你姑娘就赶紧解释呀，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才忙完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。男士是越看越气，心里就嘀咕啊，成年人了，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？你不用想了一圈，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？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。这姑娘就回复说呀，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，挺感动的，想答应，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，想要矜持一点，再想看看这男士后面的表现。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，他自己面子薄呀，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发信息问。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，哎呀，男士看完这些话就气得肺都要炸了，直接就怼啊，你都矜持了半年了，大姐啊，你才想着回复我，我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当我死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就发了一堆啊，大体意思就是啊，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，幸亏当时没答应你，真要在一起啊，以后啊8成也得出轨。说完就给男方删了，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，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，看完我能说啥？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加压仪吧。以前的矜持啊，那是真矜持，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，声音也温柔，步子都不敢迈大的。现在的矜持啊，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，欲擒故纵吊着你，让你得追我，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，自个儿玩砸了。你去相亲，你要学会感恩的，你得想想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，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？汇报日常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关心你还担心你，人这个不是成为那是什么呀？相亲啊，你要给够别人尊重，你才会有福报的。觉得对方条件好，人不错，那就相处看看，成就谈，不成就散，别权衡利弊，算计的太明显。你不想谈，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，这事啊，你就太缺德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，她说她有对象，问我还来得及吗？我当时有点懵的啊，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，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。她说自己53周岁，名校硕士，企业高管，车房都有，存款也有7位数。听完呢，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，她说这一辈子啊没结婚也没生孩子。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！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，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。她又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一些事情，经过她本人的允许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20多岁呢，她谈了第一个男朋友，两人同学啊，谈了2年多的感情。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。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，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。现在想想，那个男朋友啊是她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。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，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，兄弟多，工作也不好，说什么也不愿意。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，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，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。男方自尊心很强，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，去了南方发展。后来呢，女方毕业分配啊，就当了学校老师。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，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，当官的有钱的，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，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，不知道要选哪一个。家里就劝他呀，物质条件好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，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。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，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，从来都不肯低头。男方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。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，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，人也聪明啊，考上大学，读了本科，读研究生，一时啊风光无限。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。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，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，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。他就开始挑挑拣拣，看谁的条件更好啊，谁的性格更合适，谁长得更帅等等。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，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。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呢，是会被笑话的。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，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，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，随便找一个，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？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，人很好，自己呢也比较吃苦，就开公司，有车有房子，条件也很好，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。他就特别纠结啊，哎呀，想着条件好啊，矮就矮吧。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，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，母亲离世，父亲瘫痪在床，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。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，提出了分手。男方呢也留过几次，但是没有留住，就没有再找他了。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，有的是男方原因，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。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，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呀，
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，只要是人啊，这个合适，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，离婚的也行，别挑了。但这姑娘却觉得呀，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，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，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。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，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，工作是公务员，铁饭碗，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，父母得有退休等等。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，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。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，他能看上的，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。后面呀，他干脆直接摆烂，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，那不如不结了，就加入了不婚主义。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，他就是不想结婚，不是自己不想，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。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，也喜欢他的，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，可是找不到啊。后来呢，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在他48岁那年，他的母亲生病，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。去年呢，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。父母的遗产，他们兄妹是4个啊。分完之后呢，这没了父母，大家走动就更少了。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，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，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，现在也没有人说了，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。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。他特别害怕呀，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，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，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。好在呢，现在收入还可以，攒了很多钱，他也不敢花太多，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。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，大家互相精神鼓励，互相说着无儿无女，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。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，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，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。你到老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，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不论酸甜苦辣，不论生老病死，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。这个11过的，好多人相亲都相烦了吧，崩溃了。嘿，很多男士都问我，相了这么多都花了眼了，什么样的才适合结婚啊？阿姨，我今天就给你们做个总结啊！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女人适合结婚？听好喽，都是经验之谈。找人结婚啊，给你们个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建议：情绪稳定一定要排在第一位。很多人相亲啊，多半都是看感觉的。哎，我喜欢你，我就愿意跟你谈。但感觉这东西是很虚的，经历的多了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其实每个人都一样，那大家都很普通啊。千万别把自己当成罗密欧和朱丽叶。有一类女孩子啊，在交往中就表现出来情绪特别不稳定。她情绪好的时候，你们俩如胶似漆；她情绪不好的时候，骂你骂的是狗血淋头，六亲不认。男方还莫名其妙啊，上秒还很开心，下秒就翻脸不认人，动不动就一肚子牢骚啊，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，精神内耗太严重了，时间长了你自己都崩溃了呀。这类女孩子是不适合结婚的，千万不要圣母心发作，妄图去改变她。你不是她爹，你教也教不会的，性格是改变不了的。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，成年人呢只选择不教育。第二，你只要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生存，面临选择婚姻啊，两边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父母都是过来人啊，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对，但多半也都是走过了经验，为了你好的。曾经有个男孩子学历很高啊，看上了一个姑娘，学历很低，做销售的，非要结婚呢。这男方父母是公务员，女方是农村家庭，这男方父母就很反对啊，那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而且婚姻也不是儿戏，你只看外貌和感觉是没办法结婚的。最后这两个人不听啊，偷偷的领证结了婚。结果双方亲家不来往，和仇人一样，两人学历相差也大，这三观也不同，天天吵架，最后呢闹了个离婚收场。还有很多年轻的啊，竟然是为爱私奔啊！没有亲人祝福的婚姻能不能成啊？能不能幸福啊？也能，但终究是难成为一家人的。因为最初的时候都没接受，所以和睦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奢望。你要知道，婚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睦。这第三啊，三观相合很重要啊。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啊，三观比五官更重要，确实如此。有一对男女啊，这人都挺好，这女孩子不太会过日子，一个月3000的工资啊，就要买2000的衣服，发了工资要花掉。男方看了很心疼啊，买衣服从来都不过百的，两个人老是吵架，消费观都不一样。女方呢没事还羡慕人家闺蜜的生活有多好，打压男友赚的不够多，看不上男方，两个人就会因为各种观念去吵架。你认为是对的，但他坚决就认为是错的。三观不同的两个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去吵架。婚姻好不好啊，一定是看你们过得多糟糕的时候。经常吵架的一定不适合进入婚姻的。有人就跟我抬杠，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啊，感情需要磨合妥协的。
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，我可以很现实的告诉你啊，青春就这么几年，不要把试错成本拉升太高，磨合的好的半年就差不多了，矛盾会越来越少。如果矛盾越来越多的，一定是磨合不来的。哎呀，抓紧换人吧。这第4啊，他适不适合结婚，一定要看看他对待你父母家人以及朋友的态度。很多那个网络视频啊，就毒鸡汤啊，很有意思，都把男人拍得很窝囊，在外面女人可以趾高气扬的说骂就骂，哎，男人就得跟孙子一样。其实啊，不分男女，适合结婚的另一半在外面一定是给足你面子的，哪怕在家里使劲的去收拾你，但是在外面该给你的面子还是会给。曾经有一个男士啊，我劝分啊，因为那个女孩子我见了之后觉得有点强势，而且有些霸道，一看就不是那种很孝顺的女人，但是她就是不听劝啊，说啥要娶回家。现在结婚2年了，家里鸡犬不宁啊，女人对公公婆婆是一点也不孝顺，经常是颐指气使，嫌男人赚得少，也不愿意给他生孩子。所以啊，娶妻娶贤真的很重要，娶错真的会毁3代的。不管怎样，鞋合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。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找人结婚啊，一定要看内在品质。我说了很多遍了，这才是关键。比如良好的情绪稳定能力，这决定了未来婚姻生活的基本基调。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角色，经济能力可以帮你稳定家庭。正常的两性关系啊，不应该是父女、妈妈、儿子的模式，而应该是战友共同成长。另外啊，看看他的包容心是否善良。善良的人会在你未来啊这个人生面临巨大的挫折的时候，依然会选择陪着你。还有3观相合，会让你的婚姻更加幸福。最后啊，再去看看外貌，人不要太丑就可以了。选人呢，千万别本末倒置。哎呀，让人省省心吧啊！别让我比你女朋友还操心你啊！嘿嘿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有些遇到渣男的女孩子啊，她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活该的。别有说话不好听，她们的感情模式就是为了吸引渣男来的。有一个女孩子找我介绍对象啊，哎呀，给我整崩溃了。95年的本科，在广告公司做设计，她跟我说要找一个踏实对她好的，那咱就奔着人品好嘛，性格稳重去给她介绍嘛。我先是给她介绍一位男工程师啊，2人认识了有半个拉月吧。这姑娘就说呀，男士太闷了，不会聊天，整天聊着早安晚安，吃了没睡了没，没意思。偶尔冒出1-2句土味情话，她看了都觉得下头啊。约会啊就知道吃饭看电影，情商也低啊，就这样不联系了。后面呢又给她介绍了一位牙医，哎，这男士挺喜欢她的，对她特别好，凡事啊都嘘寒问暖的。认识时间挺长了，有2个多月，跟她表白啊，被她发了好人卡。她说啊，男士人是挺好的，就是太老实了，平常工作又忙，也没时间陪她。过节也不知道送个礼，自己过生日啊，只知道买个蛋糕，还不懂浪漫，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哎呀，反正理由是一大堆啊，又不联系了。我问他，你说你要找个对你好的，哎，结果人给你找来了，别人对你好吧，你又觉得对方没情调，太老实。他说我要的好是懂我心思，知我冷暖，哄我开心，而不是饿了知道给我送饭，冷了给我送热水。现在这个年代啊，爱情需要的是吸引力，好吧？王八听了对，气得给翻了盖啊。前段时间呢，来了一位男士啊，条件很好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有车有房，父母都是老师啊，一看就是很稳重啊，家教很好那种。我就给他们俩牵了个线儿。这姑娘也觉得自己马上30了，那不能再挑了呀。认识了也就有1个来月吧，就确认了关系。我这还没等开心多久啊，2人就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。今儿啊，因为男士出门吃饭用团购省钱，这姑娘觉得很没面子啊，吵架。明儿啊，因为男士情商低啊，天天讲道理，不会哄她开心，吵架。后天呢，又因为哎呀，男士送礼物太廉价，不懂得浪漫，又吵一架。2人就这么吵来吵去啊，都吃不消了，分了手。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姑娘分手没几天，就在朋友圈里高调官宣有男友了。这是她自己在生活圈里谈的，2人认识了可能最多也就1个周吧，这姑娘就去男方家里住了。知道之后我都惊呆了啊！她说遇到了爱情，然后就看她每天呀发朋友圈是高调秀恩爱啊，表达自己遇到了一个如何值得嫁的男人，幸福是什么样子等等。哎呀，无不透露着2人就是天作之合，相见恨晚。结果啊，不到1个月，人男方提了分手。分手的理由就是男方嫌他打呼噜，他睡不着。这姑娘还想着呀，哎呀，我得去医院做个手术，要挽留男方。我去劝分呢，说这个男士啊是要短择你的渣男。哎呀，他怼我说你不懂我男朋友，他还倍儿自信啊，说就算他是渣男，也会为了他去改变，变得对他专一，对他好。哎呀，牛逼了，真的，太空就缺你这么个人啊，自己给自己造梦的。劝分说的多了，他又嫌我多管闲事啊，说男方是爱他的，有多么的关心他照顾他。哎呀，气得我还不管了，爱咋咋地吧。这男方后面啊就直接拉黑他断联了，他又来找我介绍对象。真的啊，我死烦这样的，被渣男甩了又想找个老实人接盘，又嫌老实人不懂得哄女人开心，就知道为了房贷省钱攒钱，吵架就跟女人讲道理不会哄，整天就知道抱怨这些男人情商太低不爱他们。
我跟你们讲，渣男太可怕了，恋爱经验丰富，熟谙女性心理，特别能猜透你的心思，凡事啊都会顺着你宠着你，善于迎合你的情绪，明知道你是错的，他也不会跟你讲道理的，只要哄你开心就行了。他们会用最省钱的方式，轻松能够达到他的目的。反正啊，是那些就事论事、愿意跟你讲道理的男人，才是真正想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，因为想要跟你沟通成长，才会和你讲道理，而不是一味的去迎合你。这结婚选人呢，不要总是去听他说了什么，而是要看他为你们的未来做了什么，他的思路是否有利于你们未来的发展。把卡姿兰大眼睛瞪得大一点吧，增光瓦亮一些，对不对？说的是。下班了啊！今天我让一对大龄男女给整的是哭笑不得。周末来相亲的，他本来就比较多嘛，那是一家欢喜一家给气死。来了有10多对啊，成功了有3、4对。人相亲成功的，开开心心去约会；相亲不成功的，是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的。这上午就有一对单身男女挺有意思啊，来相亲啊，差点没把我跟池子里的王八悬崖给整崩了。两人见面啊，谈了不到半个小时，这男士就出来跟我说要换人，姑娘跟我说男士不尊重她。哎呀，两人是一人一句吵起来了。我是大体听明白了啊，给你们复原一下过程，你们也评评啊，到底是谁的错？男方92年的硕士工程师啊，这女方是94年的，也是硕士高中老师。两人刚开始见面啊，认识都挺好。这了解了一会儿之后啊，这女方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直接，比较现实一点啊，就问男方啊，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？人男方说啊是税后2万。哎，女方又问你房子多少平，有贷款没有？男人说啊有一套学区房130平，没有贷款。哎呀，这姑娘很满意啊，说挺好，没有压力啊。女方又问男士存款多少，男人说啊6位数。哎，姑娘非常开心，又问他这个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？男人就说这个国企管理退休了，两个人一个月有1万5的退休金。总之啊，最后姑娘听完非常满意，点点头说：“哎呀，觉得两个人很有缘分啊，也很合适。”人男士听了呀，也想了解一下这姑娘情况嘛，就开始反问她啊：“你一个月多少钱？”姑娘说啊：“7000多点。”又问她：“你有车有房没？”姑娘说：“女孩子嘛，要啥车房没有？存款多少？”她说啊：“女生啊，不需要有存款，基本啊发工资就花了。”男方听到这就反问她呀：“你没有存款，你咋结婚嘞？”这姑娘听了可能态度不是很好啊，就有点不太耐烦，就说了一些：“怎么结婚关女人什么事情啊？车房男方出，彩礼男方出，女方没有存款也可以嫁人吧？”哎，男士听到这儿就心里觉得不公平了嘛，就反问这姑娘：“你们这儿没有出嫁妆的习俗吗？”人姑娘说：“可以出呀，也是男方给了彩礼才可以出嫁妆的吧？”聊到这儿的时候，双方就有点火药味了。男士又问她呀：“你爸妈做什么的？独生女吗？”姑娘听到这有些不耐烦啊，想到刚才这个男士的态度，就想要翻脸。你问我这么多是要查户口吗？男士一愣，也有点生气啊，是你先问我的，怎么我再问你就成查户口了？我这也是想跟你好好相处才问这么多的。这姑娘啊，8成想了想，这男方条件挺好，就忍了呀。跟男士介绍一下自己家的情况，这个父母普通企业有退休，但是都是普通职工嘛，退休加起来两人有4000块钱。刚说完，这男士站起来就跟这个姑娘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合适，我要找个退休金比我爸妈多的。”这话一出来，把这个姑娘给气着了啊，就觉得这话侮辱性极强，出来就跟我告状，说这个男士啊脑子有病吧，这拒绝理由太不让人能接受了。男人就说：“咋了？我觉得你条件不好，我没看上你还不行吗？”姑娘一句下头男，转身就走了。男士紧跟着就跟我解释啊，说自己是带情绪了，就是有点看不惯女方要求是男方有车有房的嘴脸，故意去拆台的。哎呀，他俩走后，剩下我跟池子里的王八那是面面相觑啊。一想到马上国庆了，我就后怕。最近陆续接到不少相亲对象要出门旅游的，指不定回来又出啥幺蛾子呀。还有那4场婚礼要参加啊，希望一切顺顺利利，相亲不易，且行且珍惜啊。有些女孩子我真的觉得你挺有意思啊，怨不得我是整天吐槽你们啊，真的槽点太多了。有一姑娘28岁啊，在银行上班，相了1年了，是这儿不合适那儿不行的。上个月好不容易给她介绍成了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士啊，人男方个子也高，长得也不错，父母还都是国企退休的，反正呢条件哪呀他都很满意。哎，男士对他呢也挺有眼缘。认识的过程当中啊，基本都是男士主动啊，每次约他吃饭他都会推3阻4啊，一番才能答应。你说他不喜欢吧，他自己也说了挺喜欢。认识2个多月了，上个周男士问他：“哎呀，国庆啊，要不要趁着放假一起出去自驾游玩2天？”这姑娘心里是愿意的，但是就觉得呀，哎呀，直接答应啊，是不是有点掉面子呀？怕男士呀觉得他不值钱，就开始特别矜持的说呀，自己国庆节可能还有安排啊，目前还不确定。这过了2天呢，男士又问了他2次，他又说忙还是说不确定。我还先问他了一下啊，你到底是忙不忙？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忙，故意吊着男士的胃口，觉得这样做呀可以拿捏对方，不然答应太快啊，显得自己太轻浮了呀。
他就跟男士说啊，这工作太忙了，等我确定之后再跟你说吧。说完这句话之后啊，这男士就没再联系他了。他又觉得很奇怪啊，每天都给他发信息的人怎么就不联系了呢？这过了3天，他实在是没忍住啊，唯一一次主动发信息问这个男士啊，说自己啊国庆有时间了，可以安排一下。结果人男士给回了一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合适，我现在已经有正在认识的相亲对象了。哎呀，这话一发过来啊，这姑娘是又生气又难过，五味杂陈啊。她主动去质问男士啊，就因为我没有答应你国庆节出去玩嘛。男士说呀，我已经是很给诚意的邀请了你3次，但是你的态度是一点都不积极，我也不想做舔狗，我更喜欢一个主动的姑娘。哎，说完之后就给他删除了呀。这给这姑娘气的啊，不打一处来，哔哔叭叭的找我吐槽，让我给这个男士回个电话。我是让他给气的啊，特别不情愿，但我也打了。人男士说话就很直接，大家都是相亲，觉得合适就主动出看看，每次约都是一大堆理由，谁不想找一个主动一点的对象呢？顺带夸了一下现在的相亲对象，哎呀，对他很是积极主动，态度特别好。当时我电话声挺大，这姑娘听见直接在外面喊呐，我也很积极啊，我都跟你见了多少次了。这男士听了就说呀，每次都是我约你，我请你，你什么时候主动关心过我呀？哪怕有一次，我也不至于不搭理你。这姑娘是越听越委屈，就开始哇哇哭啊。我也挂了电话。她说啊，我一个女孩子太主动太掉价了，男人是不会珍惜的。哎，关于男人会不会珍惜啊，都是女人自己洗脑洗出来的。在这个市场上，你主不主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别的女生啊是否主动。一个女人天天找我聊天，没事约我吃饭看电影，我不珍惜，我去珍惜一个整天需要我主动，需要我找话题聊天，需要我整天约电影请吃饭，还总是约不到的吗？我是贱还是有病啊？是有受虐倾向还是当舔狗当上瘾了？你在菜市场，你效益不好，要么是因为你的菜不值这个价，要么就是同行在跟你打价格战。别抱怨你怎么考不上清华，你分不够罢了。你想上清华，你不用去比清华强的，你只是需要比其他的考生强而已。相亲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市场，奉劝那些女孩子啊，多主动一点。你没能力改变规则，你就只能适应规则。你要不主动啊，就别到处闹腾。为什么男人不选我呀？选你干啥呀？当祖宗吗？